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内容简介：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是按照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推演了一场最真实的印巴冲突和第二次打印战争，展开了海、陆、空全面对抗。全系列涵盖了300种军事武器装备，对 C、美、印、巴局势进行了模拟推演，对各大国军事武器装备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读，对若干争议话题也有深度的分析。第8集，国防部长接见。法利霍米中尉起床的时候，空军总部特勤中队 X 的一架小型的多尼尔228联络飞机已经降落到了巴雷利机场。他与搭档蒂普尼斯整装一新，乘坐着这架联络飞机前往新德里。这一天距离孟买的恐怖袭击已经11天了，印度政府急需拿出一些战绩来向狂怒的人民交代一下。巴雷利空军基地离新德里很近，飞机只不过1个小时的路程。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降落在国防部位于德里坎登门附近的军用机场时，中尉可以看到附近的空军博物馆。紧邻德里机场的停机坪上停着一架老掉牙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吸血鬼战斗机，另外还有几架最近几年淘汰的米格23。他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当即被空战英雄的事迹所感召，决心加入空军。后来他才知道，博物馆里所记述的空战记录有所夸大。总的来说，在历次的印巴冲突中，印方损失的战斗机总数要比巴方多得多。他们下了联络飞机后，国防部派来的专车直接将他们送到了国防部1楼的接待室。等了大约5分钟，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过来。来人自我介绍，叫马达夫·卡特雷，是国防部长夏尔马的办公室主管，显得严肃又不苟言笑。随后他主动谈起了昨天的战斗，主要是第2个战果方面的。霍米中尉告诉他自己无法确认，只是中队得到的情报表明这架飞机没有飞回他起飞的机场。这个回答让办公室主管皱了皱眉头。中尉，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第9联队损失了2架美洲虎，这件事国会目前还不知道，但是他们总会知道的。是巴基斯坦第5中队的 F-16干的，蒂普尼斯追问道。请先听我说完，中尉。是敌人的哪个中队干的，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政界和人民都非常期待一些英雄出现，这样他们就会继续信任和依靠国防部来解决这一次的冲突。办公室主管说完停了一会儿，2名飞行员都没能很准确地领会他的意思。事情很简单，国会没有耐心了解空战的复杂性。如果你和蒂普尼斯中尉不愿意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想这对2位的前途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办公室主管马达夫·卡特雷赤裸裸地向法利霍米与蒂普尼斯表明了他的意思。他需要一名击落2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来向印度民众表明，国防部花出去的大把国防预算是值得的。如果人民院下院的议员们听说在这一次的冲突中，我们处于1比2的落后状况，他们就会怀疑这些年的国防花费是不是值得。你们应该能够理解，军队的预算取决于这些外行文官的审核。所有的傻瓜都是用加减法来想问题的。过一会儿，国防部长夏尔马先生会和你们见面，我想他不会过问这件事。但是今天下午，如果总理问起这件事，你尽管告诉他，你清楚地看到了第2架敌机坠毁在了克什米尔的西北部山区。我们知道了，法利霍米和蒂普尼斯一起轻声回答道。办公室主管满意地点了点头。哦，还有另一件事，国防部长阁下对被击落的第2架飞机很感兴趣，因为他听说是一架新式的 JF-17雷电战斗机，而巴基斯坦即将部署大量的这类新型的雷电战斗机。主管先生，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缠和狡猾的对手，尤其在中低空的追逐中非常麻烦。我觉得有必要让其他空军飞行员都警惕这个新的对手，法利霍米说道。这个回答再一次让办公室主管不太满意。中尉，我有一个忠告。
你的这些话可以对你的连队长或者是空军参谋长说，但不能对国防部长说。国防部长夏尔马先生正在策划反击，所以他不喜欢这一类消极的看法，必须强调我们在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完全明白了，法利霍米和蒂普尼斯同时回答。他们两人忽然开了窍，完全领会了这名办公室主管的事先谈话中想要传达的所有的要点。哦，对了，夏尔马部长让我转告你们二位，你们两人都会因为这次胜利得到一枚勇士轮型勋章，当然，稍晚几天也会提升到上尉军衔。然后你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17中队当王牌飞行员，或者去 TACDA 印度空军空战战术学校当一名教官，或者……马达夫卡特雷停了下来，故意卖了个关子。蒂普尼斯和法利霍米不敢多猜，都等着他说下去。两位，重新组建的43中队缺少一名副中队长，这个新建的中队将要装备我国最新的 LCA 光辉战斗机，那才是一架真正难产的战斗机，绝不是什么廉价的雷电战斗机。我相信，如果有一名空战英雄愿意去的话，很快就会提升为少校。马达夫卡特雷的话让蒂普尼斯的心砰砰乱跳，他知道法利霍米一定不会选择离开巴雷利基地，但是这对自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空军的传统中，后座武器操作员的升迁机会往往比飞行员要差。我想两位都是聪明人，应该已经明白我说的重点了。好了，你们准备一下，部长先生马上就会到来。马达夫卡特雷走出接待室，来到了2楼的一间普通办公室。国防部长阿尔扬夏尔马正背对着大门，看着远处的国会大厦。他们都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夏尔马问道。他们都是聪明人，阁下。马达夫卡特雷回答道。阁下，今天下午的特别国防预算案一定会通过的。马达夫卡特雷察言观色地说道。哼，这只是第一步。你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你应该知道，我这些年都在致力于一件事，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基斯坦问题。那些政客只知道为自己谋私利和钻营，他们永远无法明白我和辛格总理的苦心。印度必须尽快结束现在这种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阁下，我知道您的意思，印度绝不能让1962年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只有先解决了次要的敌人，然后才能集中力量对付更强的敌人。战争取决于意志和决心，如果敌人比我们先下了决心，我们就会被他们在2个方向上拖垮。夏尔马转过身子说道，面色苍白，但却又充满了自信。但是阁下，陆军参谋部可能是另一个麻烦，制定的所有方案总是小打小闹，他们害怕对巴基斯坦的全面开战会削弱我们对 Z 国方向的防御。没错，我很了解普拉塔普钱德拉上将，他总是比外交部还要软弱。不过关键时候，我可以找个人来接替他当陆军参谋长。对了，部长阁下，说起外交部，他们告诉我，联合国可能会在2天内派一名特使来调解我们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特使的人选很可能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位前总统。外交部似乎很想就此平息这场冲突。放心好了，总理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屈辱的结局的。总理说过，我国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轮不到美国人来拉偏架，我们所做的和他们在阿富汗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外交部认为，发生恐怖袭击的孟买离克什米尔冲突地区有1700公里，他们认为以此来说服国际社会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哼哼，不奇怪，外交部一向如此。另外，部长阁下，巴基斯坦方面今天早上说，有一些演练和攻击的飞机穿越了他们的边界，外交部很担心他们以此来误导国际舆论。哼，真是一派胡言，他们以为背后有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可以撑腰，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吗？要知道，另外4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会为我们撑腰呢。外交部应该把我国的外交资源充分利用一下，真不知道外交部的那帮人到底在怕什么。是这样的，外交部长的秘书打电话来，问了2架美洲虎攻击机坠毁的位置。我告诉他们，目前还在调查中，
有一名飞行员失踪了。马达夫卡特雷如实回答道：“这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如果飞行员落在他们手里，确实有一些麻烦。在正式开战前，我们还得处处谨慎小心。”夏尔马说道。“关于这件事，我想我必须汇报一些新的情况。”办公室主管说道。夏尔马点了点头，示意他说下去。第9联队早上的报告，其中一架美洲虎攻击机确实做过挂载核武器的改装。如果坠机时自毁装置没有起作用的话，从座舱的计算机系统内可以找到最新的攻击路线资料，有一些是预设的投掷核弹的线路，这会有利于他们的宣传。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前线机场和敌我识别装置的信息，如果落到他们手里，也会对前线的空军造成很大的麻烦。飞行员有可能还活着吗？阁下，现在是4月份，坠机后在那里待一晚上，很可能已经冻死了。马达夫卡特雷小心地说道。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你去给北方军区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一个小分队过去找找看，至少把飞机残骸给摧毁掉。好了，现在是去见见那2个年轻人的时候了。国防部长推门进入接待室的时候，2名穿着笔挺制服的飞行员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立正，他们正襟危坐的已经等了15分钟，现在这个时刻终于到了。小伙子们，太好了，说说看打下敌机的感觉怎么样？阿尔扬夏尔马微笑着问道。面无表情的办公室主管站在了他的身后，法利霍米心里想，这可是一个不能出错的时刻，就像一个空中的火球。部长先生，很好的比喻，这让我想起了1971年，当时我还是19装甲师的一名坦克炮手，我打中了一辆 M48的炮塔，看着它燃烧起来，就是这种壮观的情景。我们将击落所有入侵的敌机，蒂普尼斯挺胸说道。很好，就是这样。说说看，那架新出现的敌机，巴基斯坦方面吹嘘了很久，这种新式飞机怎么样？蒂普尼斯悄悄向法利霍米转了转脸，希望他来回答这个问题。乏善可陈的轻型战斗机，无论是市区内还是市区外的空战，完全不堪一击。法利霍米很从容地回答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说话的瞬间，他眼前浮现的正是那架浅灰色的飞机在他上方转弯时的景象，清晰到可以看到翼尖的2枚闪闪发光的导弹，好像比他在实战中看得更清楚。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小伙子们准备一下，下午我们还得去一趟议会。总理希望用你们的英勇战绩来让人民院下院的那些左派议员们的花岗岩脑袋开开窍。第8集完。